3年苦读，终于能实战探案了。场景重现系统绑定成功，核心功能依据案发现场证物、证人证言生成1:1作案过程视频。系统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点击领取可提升身体各项机能，解锁高武格斗宗师技。你就是新来的实习生，我是2组组长，负责统筹案件。这位也是和你一起实习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早就听说你拿了全国侦探军奖，以后多带带我。组长好，嘉盛好，我会尽力配合办案。很好，欢迎加入。我来接。在垃圾场发现一具尸体。什么？垃圾场发现疑似尸体？是的，马上来。好，我们马上到。途中注意，现场可能有抛尸者痕迹。红色碎屑是工业用防锈漆。梳理韩毅社会关系，重点查吴业。2人去年有建材采购合作，吴业拖欠货款，韩毅要起诉他，有作案动机。讨伐。组长，我怀疑一辆红色3轮车有嫌疑，尾号73，车身有同款红漆。我和你去查监控，让嘉盛查车辆登记信息。好，立即行动。查到了，尾号73的红色3轮车登记在吴业名下，1周前有维修记录。你那边有发现吗？离垃圾场不足5公里。明白，调 C 组增援，保持联络。浩哥，你说吴业会不会跑了？不会，他大概率藏在里面。注意隐蔽，等支援到了再行动。别挡我！浩哥，你这身手也太厉害了吧！组长，3轮车车斗内侧发现韩毅的毛发，与垃圾场现场样本完全匹配，证据确凿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害怕他起诉我，要我还货款和违约金。我跟踪他到城郊小路，争执中用尼龙绳勒死了他，然后用3轮车抛到垃圾场，想借垃圾清运销毁证据。太好了，案子破了，我请你吃饭庆祝。这次你们表现非常出色。凭什么他们能提前转正？说不定是走了关系，和组长配合的那么默契。侦查能力和身手，你们有吗？少在这里嫉妒别人。这人有问题。怎么了，浩哥？恭喜你，转正文件已经签好，这是破案奖金的案件推进会，关于衣柜藏尸案，你也一起参加。小张垃圾场抛尸案中，2名年轻调查员表夹克青年800，马尾西装女尽快办理2人转正手续。案子详情是这样的：1个月前，一个男人委托我们寻找他的妻子，后来我们在他家衣柜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检测到武军与衣柜藏尸案有关联。组长，掉头去汪淼家，我怀疑武军和这起案子有关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好。
你说短发夹克男和案子有关，有什么依据吗？我有我的消息来源。法医判定死者是晚上11点左右被勒死，后脑有伤口，没有大声惊呼，门窗无损坏，推测是熟人作案，而且凶手清理过现场，没有留下指纹。我刚才感知到武军身上有微弱血腥味，而且系统提示他和案子有关。我也怀疑是熟人作案，但所有熟人我们都排查过了，都没有疑点。他给死者投了3家意外险，总保额150万，受益人是他。我怀疑他指使他人作案，但没有证据。太好了，这应该是转移尸体时留下的，之前被床板遮挡，没被发现，这就是突破僵局的关键。我马上联系足迹分析师过来鉴定鞋印。C 国的足迹学能通过鞋印判断身高、胖瘦和年龄，说不定能锁定嫌疑人。有名字被撕去了，应该是凶手干的，目的是掩盖自己的身份。还真是，我之前排查时没注意到这一点。找到了关键证据。组长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婚礼随礼先登记在这里，再誊写到鸳鸯人情簿上。我们可以对比着找出被撕的名字。你真是个破案吉祥物，太关键了！我们现在就对比。啊！我看就是深色衬衣中年男人干的，他是受益人，不如我们用武道手段逼问他，肯定能问出线索。我们必须马上行动！不行，没有证据，不能贸然行动。社长，案子有新进展，发现了带血鞋印，我来鉴定一下。有进展，快说说。蓝外套青年发现了床底的带血鞋印，还找到了出事版人情簿，对比出被撕的5个人名，其中武军有重大嫌疑。组长，武军的信息我刚收到，他38岁，身高176 cm， 中等身材，有基础武道功底，和鞋印特征完全吻合。全员出动，前往武军住所实施抓捕。你武道实力最强，打头阵。别跑！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老实交代！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。证据确凿，就算你不说话，还能从轻处理。伤人者与刀，谁最大？指使你的人是彭树，
对不对？社长，若他短发男的话已经漏了口风，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嫌疑人值得立刻控制，不能再等了。会睡一男，武军已经被我们抓获。你们胡说！我不认识武军。别再隐瞒了，会议男人已经全部招供了，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你身上，你觉得你还能侥幸逃脱吗？是他让我杀汪淼的，他说事成之后给我一笔钱，还帮我掩盖身份。我就是想过好日子。汪淼投了150万意外险，只要他死了，我就能拿到钱。老盖，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？人家刚立大功，轮得到你挖人？我看啊，社长找他8成是要给重奖，说不定还有媒体露脸的机会。呵呵。确实，师祖和二祖并唱妥拉近关系。对了，蓝外套青年干得好！社长过奖了，只是运气好，恰好发现了关键线索。我决定授予你侦探社专项勋章，算是对你这次破案的奖励。看来杨社长给你的奖励不少，都笑开花了。刚路过楼下买的，你赶紧吃点，吃完回家洗漱换衣服，别耽误了8点的回报。谢谢，恭喜。快走吧，汇报要开始了。黑发正装青年小友，年少有为，后生可畏啊！咱们侦探行业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基于现有证据，我们可以线上的这个节点是突破口。补充一点，档案里的新线索支持这个推论，大家继续跟进。非常好，总结得很到位，思路清晰，值得肯定。谢谢。我们协会将全力以赴保障市民的安全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我们会及时公布最新进展。谢谢大家的理解与配合。辛苦你了，给你放半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别着急，你把你家的位置告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
妈，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他哥嫂失踪了，现在很着急，我必须去帮他。那你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麻烦你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5天前，我妈给我哥和我嫂子打电话，一直打不通，心里着急，结果发现院子里的狗被砸死了。可探员取证后就只让我们等通知，推测可能是绑架，但我们一直没收到勒索电话。没收到勒索电话，要么是绑匪还没来得及联系。我哥嫂都是老实人，平时待人谦和，没得罪过什么人。家里就是普通的农家院，也没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大爷大妈，多谢大爷。那您还记得那些黑影的样子吗？当时天太黑，又离得远，看不清样子，就知道是几个人，个子都不矮。看来那些黑影有很大嫌疑，大概率是他们入室盗窃。你哥嫂，我们要管你哥嫂家。我觉得肯定是绑架案，那些人就是为了钱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要赎金。我觉得有可能是丈夫杀妻，然后伪装成失踪现场。都别吵了，吵能解决问题吗？立刻安排人手搜查附近的树林和菜地，一定要找到线索。社长，这附近范围这么大，树林又密，怎么搜啊？太耗费人力了。耗费人力也得搜，这案子已经拖了5天了，要是再找不到线索，我们诚信侦探社的脸就丢尽了。就是这里，下去打捞。这2张银行卡很可能就是关键，我们需要结合侦探社的调查结果，才能进一步推进案件。好，我马上打。喂，东西拿到了，马上过来。挂了，有新情况。队长，出什么事了？目标出现了，全体行动！什么？别愣着了，线索找到了，老尚拿上卷宗，所有人立刻跟我去现场。兰加克探员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诚信侦探社的负责人，这案子我们查了5天，一直没有头绪，还请你多多指点。罗社长客气了，我就是过来帮朋友一个忙。这位是绿夹克青年，英明的弟弟，
你发现的线索是什么？没错，我们之前也发现了这里的足迹，但没有太在意。而且地面有拖拽的痕迹，我们之前推测，拖拽痕迹也很清晰，凶手作案后应该没有停留太久。现在我们的核心方向还是那2张银行卡，先查清银行卡的主人，才能锁定嫌疑人。所有人停下手头动作 ，A 组守住门口 ，B 组搜查抽屉。是队长，明白。你们继续在院子里和屋内勘察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线索。蓝外套探员果然名不虚传，一眼就抓住了关键。咱们查了5天都没头绪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方向？周兰的银行卡在青石路的 ATM 机上监控拍到了嫌疑人，分5次取走了1万块，看起来还很得意。乔梁就是取钱的人。有线索了！取钱的人叫乔梁，是霍捆的同伙。霍捆有案底，我们已经查到他们的身份信息。我现在就联系临市的侦探社，协助我们抓捕这4个人。太好了，尽快抓捕，免得他们跑了。老王 ，B 组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时收网。头儿，证据链我理好了。很好，大家打起精神，行动！谢谢你们，太谢谢你们了。社长，4个人在酒吧庆祝，已经被我们抓捕归案了。人抓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去问询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你太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老实交代，殷明和周兰是不是你们杀的？把作案经过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别想着隐瞒。少废话，赶紧交代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！就想着找个偏僻的地方偷点东西。2天后，我们发现了殷明家的院子，位置偏僻，看起来装修还不错，就觉得他们家肯定有钱，于是就决定对他们下手。我们翻入院落后，先剪了监控线，然后从窗户的不锈钢护栏剪断，钻进了屋子里。进屋后，我们看到墙上周兰的照片，一时起了歹心。又想着他们家肯定有钱，就决定抢钱，顺便发泄一下。你们潜伏了多久？什么时候对他们下手的？我们在屋子里潜伏到晚上8点，我们就冲了上去，先按倒了周兰，再控制住殷明，逼问他们银行卡的密码，然后让另外2个人先去 ATM 机取钱。后来
我们看着他们夫妻二人，越看越不顺眼，就起了歹心，折磨了他们很久。继续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尸体又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们折磨完他们，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，根本无法收场。要是放他们走，他们肯定会报警，所以我们就干脆把他们杀了。杀了人之后，我和同伙把尸体抬到河岸土洞里，用玉米扫材掩盖，另外2人留在屋里打扫卫生。那2张银行卡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河里？我觉得一鸣的裤子挺好看的，把我爸的低保卡塞进了裤兜。后来发现裤子上沾了血，就又换了下来。打扫卫生的时候，随手的把低保卡也一起扔进去了。那张银行卡是另一个同伙取完钱后随手扔进河里的。把这4个人移交司法机构，依法处置。我做东请你吃顿饭，算是表达我的谢意。你真是年轻有为，8小时破悬案，又帮我们破了这个失踪案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对了，我们侦探社给你准备了3000块的酬劳。酬劳就不用了，我只是帮朋友一个忙，奖励也不用太麻烦。你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，要是不收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谢谢你，凶手抓到了，我哥嫂终于可以安息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打击犯罪任务，奖励即将发放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恭喜宿主获得百发百中5道奖励，解锁精准投掷5道瞄准技能。上车，一起去侦探社。麻烦你了。真是厉害，现在全社都在议论你。只继续保持哦。嗯，谢谢。你可来了，我听说你又破了一个案子，快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坐吧。不错不错，休假期间还能帮诚信侦探社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给咱们侦探社长脸了。照你这个势头，再破几个案子，你就能评咱们侦探社的最高荣誉了。这是送来的感谢信，对你可是赞不绝口。社长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好了，说正事。今早我接到一个客户委托，城西的一家饭馆发生了凶杀案，初步判断是入室盗窃杀人。这个案子交给你带队去破，你可以自行挑选队员。另外，等这个案子破了，你就加入马尾女的案子，肯定能事半功倍。好，去吧，注意安全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。
两个人随深蓝外套男去查城西饭馆的案子，务必配合好他。放心吧，组长，我们一定配合好小曾。侦探同志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找出大小分，怎么会有人对他下这么狠的手？你先冷静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查案。现在麻烦你打开卷帘门，带我们去现场。死者身上血污严重，脸上却很干净，还被盖上了毛。我能感觉到现场残留的气息还很新，嫌犯可能没逃远，我们必须尽快展开侦查，不能给对方逃跑的时间。黑衣男，把这个拿去做 DNA 检测。这个铁盒是用来放什么的？是不是存了钱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是我妈放钱的地方，平时里面会放一些周转的钱，少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或者可疑的客人？我平时不参与饭馆的事，我妈也很少跟我说起这些，我不清楚。我们先去走访旁边的邻居，看看能不能获取更多线索。好。浩哥，你快下来，指纹结果出来了。数据库比对结果出来了，他之前的崩溃都是装的，说不定就是他杀了自己的母亲。深蓝外套男，凶器菜刀上提取到清晰指纹，比对结果出来了，是灰衣乱发男的。那指纹是昨天下午我来给我妈做饭时留下的，我怎么可能杀我妈？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啊！麻烦你重点化验一下洗手池的血迹，务必确认是否有除死者之外的其他人血液。所有人靠拢，外面的人越聚越多。我准备好了，稳住阵脚，别乱。现在韩静的嫌疑已排除，我们分工走访周边居民，大家保持安静，前厅秩序要稳住。外面的居民都在关注案情，正好方便我们打听线索。黑衣中年、黑夹克男，你们一组走访东边居民楼，我和领带青年走西边。好，有任何情况我们及时联系。探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！那姑娘多好啊，从来不得罪人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妈，您觉得庄娟平时有没有得罪人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她饭馆生意不错，平时收的都是零钱，说不定被人盯上了。有两个小伙子很可疑。哦，一个叫马宝，外地来打工的，经常去饭馆蹭饭，看着挺拮据的，话也少得可怜。最后离开的是我和另外3个人，
没注意谁受伤。不过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那几个人问问，还有那个马宝，你们可得重点查查他。房东，我们要进去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们是租客，门坏了，快开门！不行，不能随便进。你们说马宝啊，他今早突然退房走了，说要坐车回老家。他昨天还跟我说，大概2天后才退房。今早天不亮就急急忙忙收拾东西离开了。他退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比如身上有伤，或者携带不少钱财？你看，我说他可疑吧？这分明就是畏罪潜逃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有事找你。什么事？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我睡着了。昨天啊，大概凌晨12点左右吧。他回来的时候面红耳赤的，身上还有很重的酒气，回来就直接睡了，没跟我说一句话。侦探，洗手池的血迹化验出来了，里面除了死者庄娟的血液，还有另一人的血液，但因为血液被水混合稀释，DNA 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出结果。知道了，辛苦你。黑羽绒男人，好消息，马宝在车站被拦截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。你为什么今早突然退房？手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？身上的零钱又是哪里来的？昨天晚上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凌晨12点才回出租屋？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 KTV 的老板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核实，要是你敢撒谎，后果自负。找到一个账本，看起来都是庄娟平时的生活开销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生活开销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欠债名多，有900多。侦探同志，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吗？我们找到一份欠债名单，上面有个叫范耀的人，欠债最多。你能说说他的情况吗？好，我们再去问问陶大姐，她应该知道范耀的情况。范耀，你说什么？我们需要谈谈范耀的事。他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！他有麻烦了。范耀啊，那小子快30岁了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就是个啃老族。平时也爱来庄娟的饭馆蹭吃蹭喝，看着就不老实。他就在前面那栋出租屋住，我带你们去。那小子说不定就是害庄娟的凶手。KTV 老板说，他昨天晚上确实在那里喝酒，喝到11点多才离开。他手残也确实切菜弄伤的，钱财也是庄娟给结的工资。我们已经安排他抽血，等待 DNA 比对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现在我们分工，方脸黑夹克男和黑外套短发男继续走访欠债名单上的其他人。灰夹克领带男，你跟我去一趟范耀的出租屋，他有重大嫌疑。现在我们分工，
方脸黑夹克男和黑外套短发男继续走访欠债名单上的其他人。您好，我们是维修工人，楼下住户反映水管漏水，怀疑是您家水管，麻烦开一下门，我们检查一下。水管漏水，我家没发现啊，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啊！崩蛋男，我们不是维修工人，是云归侦探社的。关于庄娟遇害一案，我们有话要问你。嗨，案发现场的痕迹浓度太低，需要1周多的时间比对多组数据，才能出最终的鉴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。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洗手池的血迹 DNA 鉴定出来了，和你匹配，庄娟就是你杀的。现在坦白。站住！外面早有埋伏，你跑不掉的。别杀我！我认罪，我全都交代。黑衣短发男人刚来电话问另一个人怎么处理，要不要留他等 DNA 比对结果？明白，按程序来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保持安静，配合调查。不用了，凶手已经抓到了，让马宝回老家吧，不用再提交血液样本检测了。真是个畜生！庄娟那么好的人，你也下得去手？说吧，你为什么要杀庄娟？把事情的全过程说清楚。我欠了庄娟很多钱，她催了我一次又一次，还说要找我家里人要。我一时急了，昨天晚上我趁她打扫饭馆的时候，谎称要还钱。我本来想等风头过了就离开。深蓝外套男，你明明没有拿到 DNA 鉴定结果，怎么就确定秃顶男人是凶手？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。秃顶男人有伤口，是熟客，平时拮据，而且见到我们时神情慌乱，完全符合凶手的特征。乍自觉谎称 DNA 结果出来了，他心里有鬼，自然就暴露了。不过这种方法有风险，你以后不要轻易模仿。原来是这样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案件怎么样了？凶手抓到了吗？好样的，这么快就破获了案件，我就知道你没问题。我看了材料，你用了诈自觉，胆子不小。
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反而要夸你，胆大心细，不循规蹈矩，这才是侦探该有的样子。不过以后再用这种方法，一定要谨慎，避免出纰漏。明白，谢谢社长。你的表现值得认可，记起保持。另外，你之前破获了垃圾场抛尸案、衣柜藏尸案，我决定又快速破获侦探界3等功。谢谢社长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好好干。对了，吃完饭你去关注一下另一组负责的复杂案件，他那边人手紧张，需要你协助。不是很像，是完全一致。我推测这2起灭门案是同一人或同一团队所为。同一人或同一团队？那也太嚣张了，这凶手也太残忍了。不管他有多嚣张、多残忍，我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。社长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负责的案子走访人手严重不足，还要求2周内破案，走访难度加几根太手吧。人手不足，之前有个案子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，无监控，人员杂，他只用了5个人，从上午接任务到下午就破案了。你从业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如一个新人？社长，那不一样。曾浩，没什么不一样。现在侦探社的人力都集中在灭门案上，没有多余的人手给你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2周内破不了案，你年底的奖金就别想了。您再通融一下，让方脸中年协助我办案吧。他办案能力强，有他帮忙，我肯定能按时破案。曾浩有更重要的任务，自己想办法。我马上走。现在就把会议嫌犯移送相关机构，现在移送。这应该是系统奖励的顶级赛车手能力，太实用了。以前没怎么开，最近练了练。这别墅区也太豪华了，听说这里的房子门槛极高，不仅价格昂贵，还得走关系才能买到。越是豪华的地方，越容易滋生罪恶。这次灭门案，凶手洗劫了财物，我们可以从销赃渠道入手，说不定能找到线索。对啊，从这个方向查，确实能更快找到突破口。你看，他们的注目礼都是给你的。现在整个侦探社，谁不知道你是破案能手啊？你可来了，庄娟的案子处理完了。你来的正好，运气好而已。赶紧带我去看看案发现场，时间紧迫。
好，跟我来。现场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们搜索了一段时间，没找到太多有价值的线索。受害者的妻子和他们6岁的女儿也已经确认遇害。你看墙角有一把作案匕首，凶手故意留在现场，明显是在挑衅我们侦探社。凶手在凌晨3点左右开着受害者的车离开了别墅区，后来在城郊小路发现了那辆车。这起灭门案和3年前的那起手法完全火人所为，排除模仿作案。我也这么认为，凶手手法残忍，目标都是富商。本来计划摸查魏恒的共同朋友，但这些富商大多有自己的秘密，不一定会配合我们。只查共同朋友不够，我提出3个破案思路。凶手手段残忍，可能有变态需求，这是突破口。凶手洗劫财物，必然要销赃，从这里能找到其踪迹。这个思路太全面了，尤其是失足女这个方向，我们之前根本没考虑到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看守所。我们还在想怎么从地板缝里找头发丝，他已经把后面3步都想到了。人和人真不一样，能力强也就算了，长得好，家境又好，偏偏办案还这么狠。最气人的是，他不是瞎猜，他每次说出来。所有人注意，立即分组行动。第1组负责外围搜索，证据袋和记录本准备好，行动。查朋友的跟我报备，今天开始，不许有人再把主要精力耗在屋里。说真的，你刚才往那儿一站，我都觉得那些老侦探像在等你拍板。拍板没用，能查到东西才算。曾浩，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现场说放就放，你就不怕遗漏关键证据？他不是说放就放。你们没发现问题在哪儿？那个黑发青年能转思路，不是因为他胆子大，是因为他先确认了一个前提：现场已经被清干净了。也许沙发底下、墙角边、楼梯扶手上，可只要这个也许还在，人就会被困住。我们不是差在不会查，是差在不敢承认。这里已经没有答案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我总觉得自己跟他差的不是经验，是脑子里的那道坎。先拿到文件，再进看守所，最后从柴壮贼里把那条断掉的线重新扯出来。这一次，我只给自己5天。来了。灭门案影响太大，上面原本压得死。我刚争取了一下，明白，我会尽快把人揪出来。去吧，蓝天看守所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。人手安排好了吗？速度要快，天亮前必须完成。我先给你们提个醒，这人不好审。
不是一般的不好审。之前来过好几拨人，问了很多次，软硬都试过。他知道的东西不少，可就是一句都不吐。他手底下那些人失足女的信息，中间牵线的人，他全都咬死不说。就算施压，他也像没知觉一样。人哪有真撬不开的嘴？你见了就知道了。越是这种人，越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怕。只是他怕的东西不在普通问询那一套里。带路吧。我先问，你观察。好。近期有多名失足女失踪，还有人遭受虐待。我们查到这些线索和你手上的渠道有交集。好处，个人有命。啊，你们问再多也改不了命。命不是你拿来糟蹋别人的借口。你们这些人最爱讲道理。怎么急了？放心，现在没人打扰了。花臂壮汉，你知道外面那些人现在怎么骂你吗？配合？你所谓的配合，头埋在沙子里。入狱这半年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，那些女孩在害怕？虚伪！我不是虚伪。我们这行虽然上不得台面，但我把他们当人看。不像你们，开口闭口就是失踪女。那你打算怎么给他们出头？有个叫仇伟的，在狂欢会所做经理，他手下的人也失踪过。我只知道这么多。怎么，嘴皮子磨破了？看你这脸色，估计是把人家给说哭了。浩哥出马，一个顶俩，线索搞定了。别贫了，目标是狂欢会所的经理仇伟，动作要快，
那3个变态可能还在活动。少废话，筹尾在哪？侯经理出去吃饭了，真不巧，要不你们改天再来。在2楼休息室。请带青年带一队走楼梯，我和盘发西装女坐电梯，封锁所有出口。你5年前和2个月前确实有2个女孩这么没了，但我以为是她们卷钱跑路了的。跑路会不带手机，不带身份证。但现在带路。这篇剧本大约1600字，撤掉于展现兰加柯南的高无感知。你觉得这种紧张感和人物对话的张力符合你的预期吗？需要我帮你调整某个细节吗？比如1、增加动作描写，需要把抓捕时的动作戏写得更详细，更具视觉冲击力吗？2、因为兰加柯南够果断，能快速判断现场是否有线索，一旦确立刻转换思路。而我们总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现场一定有遗漏，反而错过了最佳时机。黑夹克南说的对，短发司机不管遇到什么案子都能保持冷静，这也是他能快速破案的关键。社长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在这里等你。这份是问询看守所嫌疑人柴壮的文件，掌握着很多失足女的信息。之前我们的人多次问询，他都拒不配合。你去试试，或许能从他口中找到线索。好，我一定会尽力。我相信你。这伙凶手很狡猾，手法残忍，之前的灭门案一直没破。你举荐重念。谢谢社长信任，我一定会尽快破案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我尽力了，但每次都碰壁，你明白吗？对方都不交代手下和失足女的信息，很难撬开他的嘴。我知道了，带我去见他吧，我来试试。花臂壮汉，我们是云归侦探社的，现在有一起灭门案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我们想知道近期有没有失足女失踪或被虐待的情况。
个人有命，那些女孩活得惨是她们自己的命，我被关在这里也是我的命。凭什么配合你们？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你知道线索却不配合，就是在包庇凶手。你小子找死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一顿，看你说不说。怎么想动手？红白黑脸的伎俩我见多了，不管你们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说的。深蓝夹克男，你小心点，这小子油盐不进，别跟他浪费时间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，也知道你不是真的冷血。我不想逼你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知道线索却不配合，只会有更多人受害，包括那些你在乎的人。短发侦探，那叶如，她真能活着出来吗？她女儿才刚做完手术啊！坐好。你现在的祈祷，不如省点力气，待会儿指认现场。定位锁定了，在城西废弃别墅区，经纬度已发送至各小组。全员出发，目标解救受害人，抓捕嫌疑人。别怕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你知道吗？上一个女孩，她挣扎的样子比你美多了。我去拿一下丝袜，就在门口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可以走了？执法机构办案，里面的人立刻放下武器。破！效率真低，我以为你们还要半小时。放下凶器，抱头蹲下。凶器？我只是请朋友来做客。你凭什么抓我？证据呢？那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在玩角色扮演。你们这是非法闯入。是吗？那这个呢？去检查卫生间。这不是涂血迹，而且是陈旧性的，经过化学处理掩盖。那是我前几天切菜不小心弄的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切菜，这深度是用钝器反复撞击留下的。你把人关在哪里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受害者遗骸，算我输。会不会搞错了？
这连个暗格都没有。不，他就在这里面。小丑跳梁真是可笑，要不要我建议你们去刨刨后院？不，住手！钥匙对应的锁在哪儿？天啊，这是地狱！说出他们的名字。除非你答应让我和你单独谈。好，带他上去。柳轩是退伍特种兵，小心别被他反杀了。灰外套男带人去抓诗谦，西装女跟我去会会这个柳轩。不对劲，有人在猫眼里偷看。好了，各位注意，目标车辆正在金平路逃窜，车牌尾号0176。坐稳了！请求空中支援。不用，他跑不掉。没人能在我3米之内近身。你真是个怪物。只是习惯了。全体都有。这次行动非常漂亮。上面决定，
给你们集体记3等功，你个人2等功。鉴于恶性案件频发，社里决定成立重案8组，由你担任，你随便挑。是。我选黑发女、卷发男，还有那个诗谦，我想改造他。曾侦探，请问灭门案是不是已经破了？看来以后的日子更热闹了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，大侦探？曾侦探，关于星云别墅区的案子，外界传闻凶手有3人，是真的吗？案件虽然告破，但后续取证工作尚未彻底结束。明天上午，调查会召开正式汇报会。辉位一男，牛啊！恭喜恭喜，这下咱们组可是露脸了。我就知道你能行，那3个嫌疑人是怎么抓到的？快讲讲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，就是抓住了他们的破绽。破绽，快说来听听。简直是神探下凡，热搜都爆了。都是大家配合的好。行了，别捧杀我了，还有正事要办。口供还要再核实一遍。今晚之前，我要看到所有涉案后续事宜的处理方案。经过连续48小时的排查，我们锁定了案发现场的3处隐蔽残骸点。我们在此表彰他的杰出贡献。这枚纪念章代表了最高的荣誉。现在可以正式回应了。老头子，你看，全是夸咱儿子的，多亮堂。破了个案而已，别太张扬。你就装吧，刚才老王家打电话来，语气酸的不行。早安，给你今天的早点和信件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头儿，你的早点，哎，还有这个。哟，辉位一男桃花运来了，西安特殊监管所寄来的，这地方可特殊啊。说不定是哪位俊美的监管人员呢？不是求爱信。嘉盛，吃完早点，跟我出趟外勤。怎么了？有个5岁的孩子可能出事了。齐女士，信我收到了，告诉我宋才和齐曦最后的住址。在建设路加工厂家属院4号楼3单元402，那是他住的地方。
孩子本来在他那儿上学。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爱喝酒，喝多了就……但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托付给他。你知不知道，把一个5岁的孩子托付给一个有酗酒习惯的人，意味着什么？有人吗？头儿，这得多久没人住了？别敲了，没人。那男的几个月前就搬走了。大娘，您认识住这儿的人？那孩子呢？跟他一起搬走了？送朋友那儿去了。凶多吉少。大娘，您刚才说宋才搬家前2天，突然用水泥抹平了这里的台阶。是啊，还是楼道墙上的缝，他也给补了，神神叨叨的。头儿，这举动太反常了，他在掩盖什么？走，去查查他的新住处。你们是调查组的，齐溪在哪？齐溪？哦，他在我朋友那儿。我已经戒酒了，真的。我们查过学习员，你办理了退学，现在我要听实话。信息处吗？查一下宋才口中的这个人，名字是……头儿，那个人贩子确实抓了，判了重刑，但他当时救回的孩子名单里没有齐溪。你确定是送给他了，不是在撒谎？就补风。头儿，这墙缝填得很深。你买了多少水泥？就一点点。几十斤？对，那个叫宋才的买过。这量可不光是补缝啊。归位一男查到了，那天那辆面包车往返了2次，第一次重，第2次轻。对，但他说是去还车。你买了几十斤水泥，却说是为了补缝。还有，你搬家时，那个方便搬家的司机说，你自己拉走了一个1米多高的小冰箱。我扔了，那个冰箱坏了。坏了为什么要扔去几十公里外的垃圾填埋点？为什么不卖废品？
除非那里面装着你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。不是，不是。有印象，那小子大半夜来扔东西，那个冰箱崭新崭新的，死沉死沉的。你没打开看，结果冰箱没了，没了。我又拉回去。记录显示，你那天往返2次，第一次把冰箱扔在这儿，第2次又拉回去了。我后悔了，我不该扔那儿。你拉回去干嘛？我怕被人发现。你们又来抓我儿子干什么？他已经改好了。头儿，没有冰箱的轮廓。储藏室。空的。这间。对，就是这间。这把锁看起来很新。我跟邻居换的。开锁。别打开，求求你们！那天我喝多了，他一直哭，一直吵，我顺手就吵爸爸。你把它封在冰箱里，伪装成废品扔出去，又不放心拉回来，最后藏在这个你都不愿意面对的储藏室里。我有酒精依赖症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醒来就是这样。才5岁，就因为大人的一时失控。这种案子最难受的就是孩子。灰卫一青年，这个案子虽然破了，但暴露出的问题很严重。涉案人员的子女，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要让社会关注这些孩子，不能让悲剧重演。这小伙子不错，妈给你准备了嫁妆。江湖救急，没钱加油了。位置。还有，新出的游戏上线吗？
我就路过，想去看看井里还有没有水，结果看见那只手了。封锁现场。死亡时间在5个月到1年之间。死因：钝器击打后脑，颅骨粉碎。凶器被扔在井边，这不是激情杀人，是蓄谋。这种锤子进过，但买的人不多。有，去年年底有个男的买过。能回忆起特征吗？听说死的是个壮汉，是不是仇杀？别瞎猜，短发男人在呢，肯定能破。你们是为了那口井里的尸体？我侄子失踪大半年了。失踪时间吻合。他那天借我的车，说车坏了要修，后来人就联系不上了。叫我兄弟，他从来不这么叫我的。语气不对，这不是他发的。难道是有人杀了他，用他的手机发短信掩人耳目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在呢。全车喷漆还没弄完。那个，车身上有没有血迹反应？我只是个修车的。这辆车，苏广宇什么时候送来的？好几个月了，他说要全车喷漆，还要清洗保养，那怎么一直没动？他没给钱，我们小本生意不敢随便动客户的车。浅衬衫男，手电。头儿，这好像是血迹。取下来装证物袋，小心点儿。动作克制利落。他和一个女人有染，那女人的丈夫叫苗青，在特殊处理中心工作。特殊处理中心？我怀疑就是苗青杀了广宇，他肯定是知道了广宇和陈梦的事，一怒之下。想问你几个关于苏广宇的问题。他不是我朋友吗？怎么了？好久了，
我记不清了。他在单位值班。苗先生，我们是调查组的，想了解一下苏广宇的情况。苏广宇失踪那天，你在哪里？灰卫一男查到了，苏广宇在1月份和2个人联系很密切，一个叫齐磊，一个叫季天红。我马上查目标的身高、体重和家人特征。明白。尽快，马上回报。正在查。送去化验，我要知道那是不是齐磊的血。血迹确实是齐磊的，苏广宇的车运过他的物品了。那灰卫一男人呢？他是不是也遇害了？找到季天红，我要问他，齐磊是怎么死的？白衬衫男苏广宇和齐磊，是你杀的？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。后来苏广宇说让齐磊一个人去，他给双倍的钱。我用锤子把他砸死了，然后和灰卫一男人一起把他扔进了枯井。只要找到苏广宇，就能结案了。苏广宇为什么要群发短信给他姑姑，说他去躲债？对啊，他要是想跑，应该单独告诉他姑姑才对。除非他根本没想跑。或者说，他根本跑不了。我怀疑苏广宇已经被苗青杀了。苗青？可他不是被杀的目标吗？雇凶杀他的人被反杀，再借职务之便处理物品，这很合理。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陈梦和苗青，我要知道他们那天到底做了什么。我去走访群众，看看有没有人看到什么异常。我去查处理记录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好，我去找那个女人，她丈夫上班去了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但苏广宇失踪了，我们怀疑他可能遇害了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他说过。你觉得他的失踪和你丈夫有关吗？1月20号那天，我下午回家，闻到一股很浓的消毒液味，沙发上的小毯子也不见了。但打不通，
当时很害怕。这血迹是苏广宇的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陈女士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会卫一年查到了，有个叫广康的老人，1月16号和20号在2家不同的特殊处理中心被处理了。同名同姓？不可能，处理物品需要证明和身份信息，不可能搞错，身份证明是必须的。1月20号的处理记录是写苏广宇。1月20号，你处理了一个叫广康的物品，但广康那天根本不在那里。可能是名字弄错了。苏广宇雇了季天红和齐磊来杀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杀了他。是他先动手的，我只是自卫。陈女士，黑发女人已经交代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你买了一部新手机，里面有你和苏广宇的聊天记录。我们已经还原了信息，是你先提议要雇凶杀苗青的，对吗？是我让他干的。我以为只要苗青死了，我就能和苏光宇在一起。啊，你看，那就是那个侦探，他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就破案了，真了不起。回味一男，牛逼，又破大案了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我的车没油了，借你用用。这次你干得不错，盖组长受伤住院了，3组那边想让你暂代组长。我3组的人都很期待你，他们手头积案多，需要你这样的能人。韩高，大家停一下，这位是辉卫一青年，以后暂代3组组长。欢迎欢迎，盖组长经常提起你，说你是个人才。曾组长，我有个案子，想请你帮忙看看。什么案子？风平失踪案，查了半个多月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主任，这些卷宗有新情况，请看这里，小区监控坏了，只有外面的饭馆拍到他进小区的背影。他住在哪里？和一个叫向丽的男人同居。向丽有前科，是报案人。你们怀疑向丽？
我们搜过他家，没发现血迹。向丽说那天他和狱友去钓鱼了，有不在场证明。这个人取走了风评卡里的钱。对，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他穿得严严实实的，监控只拍到个背影。他进了一个老道小区，就再也没出来。你们确定他住在那个小区？我们走访了，没找到这个人。走，带我去看看监控。好。你看，他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。5分钟后，有一辆出租车从小区驶出。在你那辆出租车有问题。出租车？对，监控里拍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拉了个客人，他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上车后一句话不说。我把他送到明光小区门口。明光小区？对，就是金石小区旁边那个。头儿，找到了，嫌疑人进了金石小区。金石小区和相邻小区有没装监控的连通道路吗？哦，你为什么不急着找风评？急有什么用？你们不是已经在查了吗？他没有杀人动机，他靠风评养活，不想他死。那会是谁？你们查过他吗？简单问过话，没什么问题。头儿，新案子，有人发现一个半打开的行李箱，里面又有东西。走，去看看。你继续查前夫，这2起案子未必相关，明白？头儿，这地方也太偏了。2位是找人还是找地儿？大爷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前阵子有没有见过生面孔搬进来，或者那种遮遮掩掩的人？生面孔，这儿天天都有生面孔，租房的、躲债的，2口子吵架跑出来的。你要找啥样的？看着挺严实，大热天穿的挺厚的那种。穿的厚，好像是有一个，住那边那栋楼，1楼带个小院的。我也没看清脸，锁都锈死了，看来有一阵子没开过了。你们找谁啊？这家好几个月没人住了。您好，我们是来查点事儿的。您知道这家的房主是谁吗？或者之前的租客？怪，怎么个怪法？找到，就是乱糟糟的，到处乒乒乓响，吓死人了！我手忙脚乱，门都关不上。大半夜收拾东西。是啊，滋啦滋啦。多管，这年头谁还没点难言之隐呢？租客叫李强，不对，这是化名，身份证复印件早就没了。您再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线索？比如水电费单子。水电费都是预存的，不过这里有个记录，这户人家在搬走前的1周，用水量突然变得特别大。
用水量变大。平时1个月也就几吨水，一个人能洗多少水？10几吨水，那是得洗多少东西啊？或者是想冲刷掉什么痕迹？头儿，你看这儿，这块地板像是被换过，或者被什么东西压过很久，导致周围脏了。它没脏。领带男，你看那个插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说明这里曾经连接着一个需要长时间通电的设备，冰箱、冰柜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不，工业胶水，这屋里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，但结合那个用水量，还有半夜拖拽的声音，这里发生过的事情绝对不简单。这箱子看着挺沉的啊，看他的脚。那天晚上下雨了吗？查了一下天气记录，那天晚上没下雨。没下雨穿雨靴，还穿雨衣。侯坑，他是为了遮挡，不是为了挡雨，是为了挡灭东西，比如气味，或者某种让人不想被认出来的特征。头儿，查到了，那个李强用的假身份证。我们在附近的五金店走访时，有个老板说，有个长得很像的人来买过大量的漂白剂和强力胶。漂白剂和强力胶？是的，我们必须查清楚。漂白剂、强力胶、工业胶水，还有大量的水。头儿，这听起来像是在清理什么？清理现场，伪装痕迹，心思缜密，反侦打能力很强。这个。喂，田显，那个女人的前夫找到了，她最近刚卖了一套房子，手里突然多了一大笔钱，而且有人看见她在案发那天出现在金石小区附近。守住她，我马上过去。看来这行李箱里的秘密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头儿，这地儿看着挺有生活气息啊。大爷，忙着呢。哦，是你啊，还好，不算忙。那就好。我们是来查点情况的，想跟您打听个人。是不是那个搞调研的？还是查那个水表？大爷，您这店开了有些年头了吧？我在这开了快20年了，这小区里谁家几口人，谁家养了几只猫，我都门儿清。大爷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但这照片有点模糊啊。眉眼有点像住3号楼那个老张，不对，老张比这胖。像5号楼的小李，哎，也不对，小李没这么老。您再仔细想想。经常来买东西的人太多了，这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人，
有的买烟，有的买酱油，有的就进来蹭个空调。大爷，您这店里的监控还能用吗？虽然画面有点卡，但连苍蝇公母都能拍清楚。不过，你们要看哪天的？大概半个月前，22号那天晚上的。22号。哎，这系统有点慢，得慢慢加载。你们喝点水不？刚烧的，热乎。警察同志，是不是出啥大事儿了？阿姨，没事儿，就是了解点情况。不过啊，你们要是查那个谁，那可得好好查查。阿姨，您知道点什么？具体的，就是觉得那人看着不靠谱。楼下遛弯，看见他在条花坛边上抽烟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上次超市搞活动送鸡蛋，他领了双份儿，我都看见了。哎，这人是谁？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一放大就成马赛克了。不过你看他穿的鞋，运动鞋，白色，侧面有条纹。这是隔壁老赵家儿子同款。不过老赵家儿子去外地打工了，应该不是他。Come on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看看能不能问到点什么。找谁啊？收水电费的，还是推销净水器的？您好，我们不是推销路的。哦，我们是社区志愿者，正在做一个关于遗孀习惯的调研，想跟您聊聊。啊，行，进来坐会儿吧，外面蚊子多。大叔，您在这住挺久了吧？那可不，我在这住了快10年了。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亲手弄的。大叔，您这院子挺大的，平时有没有注意到隔壁或者附近有什么特别的人住进来？比如最近几个月，特别的人，住的人杂，有卖早点的，有修家电的，还有搞那个什么直播的。不过要说特别的，我想起来了，隔壁那间空了好久的平房，前阵子好像有人住了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但好像是个外地来的年轻人。这事儿得弄清楚，也没看清脸，就看见有个男的戴着鸭舌帽，大热天的还穿长袖，也不知道捂不捂得慌。他住进来多久了？大概半个月还是1个月？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那会儿，我看他在门口搬东西。这锁是新的。而且这门上好像刚刷过漆，确实有鬼油气味。大叔，您听见里面有什么动静吗？平时挺安静的，就是有时候半夜能听见那种沙沙，就是那种奇怪的响动。门后面有什么？不清楚，但感觉不对劲。我来听听，像是用砂纸磨东西的声音。或者是拖地的声音，反正挺有规律的。
哟，老李跟谁聊天呢？是社区志愿者在调研呢，我们在说隔壁这户人家。隔壁那家我也觉得奇怪。你也发现什么了？那可不，你们看那窗户，以前那房子空着的时候，窗户是破的，现在不仅修好了，还贴得这么严实。而且啊，我前2天看见他家门口放着一个大纸箱，上面写着什么来着？对，就是精密仪器。你说住个平房要啥精密仪器啊？那个精密仪器，还有那个岩石的打扮，肯定有问题。兄弟，等一下！怎么了？没点餐啊？是啊，这一片我都熟。你最近有没有给这巷子里送过餐？那家啊，送过2次，像是嗓子哑了，每次都是把餐放在门口让我走，然后他自己出来拿。你看清他的脸了吗？他戴着口罩，帽子压得低低的，不过他手上好像戴着那种橡胶手套。偶尔，这人也太小心了吧！这防护措施比做实验还严格。他在掩盖什么？不是为了躲避债务，就是为了掩盖某种痕迹。喂，田显，风平前夫那边的调查怎么样了？最近确实有一笔大额积分入账，来源不明，而且有人看见他在案发那天去过一家五金店。五金店？他买了很多漂白粉和强力胶，而且还不止这些。漂白粉、强力胶还有橡胶兽，也许有联手头。一早我们去查查那个精密仪器到底是什么，还有那个五金店的老板，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更详细的信息。好的，头儿，我觉得咱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不过，这真相怎么闻起来怪怪的？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。睡吧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头儿，不行了，真扛不住了。刚才那2根冰棍简直就是杯水车薪，现在胃里像是在开演唱会。二位吃点什么？刚熬的骨头汤热乎着呢。头儿，你要点啥？我跟一样，再来盘拍黄瓜解解腻。魏一南，这种通宵店，老板通常都是百事通，咱们正好借着吃饭再探探路。老板，生意不错啊，这大半夜的还有不少人来吃。有饭吃呗，这附近住的人杂，有上早班的，有下夜班的，还有那些不想被人看见的。不想被人看见的，老板，您这话里有话啊。
你们想知道吗？鬼市，一个只在夜里出现的地方，在那里任何东西都能找到。鬼市，比如买什么？刚出门往北走了，他提了个黑箱子，很可疑，快跟上。半夜有人去他那买了好多那种公用的强力胶带，特大号的。买胶带和垃圾袋。老刘说那人给的钱多，也就没多问。当然，怎么了？那个人好像又出现了。你说的那个是不是住幸福里那边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幸福里。二位兄弟是查案的吧？我看你们气质不像普通食客。好眼力，我们是做调查工作的，您知道点什么？我那天2点多吧，看见一个人从巷子里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出来。行李箱什么颜色的？黑色的。您看清那人的脸了吗？而且，他身上好像有一股怪味儿。这个怪味儿？什么味儿？说不上来，像那种放久了的鱼腥味儿，又混着点消毒水的味道。那里有问题，那就是一座废弃的砖房，能有什么问题？这是滴落的血迹，还有脚印，推测是犯罪嫌疑人抬着尸体经过这里留下的。我哥，我嫂子，他们是不是的？别着急，我们先查清楚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这里一定有线索。蓝衣短发男，你看那里。等一下，放轻动静。别害怕，跟在我后面，小心一点。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快来，我们在河岸附近的土洞里找到了2具尸体。我一定要看着凶手被绳之以法。社长，查到了，